我用我妈吵架后，闺蜜疯狂锁我，搬离家里自己住，她还特别积极热情的帮我找房子。我住进去半年，便身患重病，不治而亡。死后我才知，原来那房子是川房。好闺蜜已经是我爸的私生女，一切同谋，不过钱财二字。重回到闺蜜大我看房这天，这次我要让她付出代价。小蝶，你看这房子装修的多好啊，这还是你最喜欢的风格呢，价格也不贵，离我住的小区域也近，要不咱就租这里。桂米白思敏极力劝说，好似她才是中介。我早已眼屋内熟悉又廉价的装修，心里泛起一股冷意。前世我的眼多瞎，才会看不见这些低廉的装修，心甘情愿的住了进来。后面住进来后，我其实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是白思炳不停的多洗脑，应该是他们用了稍微差点的材料，但是他们敢租给别人，肯定是没问题的。不信咱们买个甲醛测试一回来。放心了，大家都是这么住的，不是好好的吗？你看看现在咱们住的多近啊，去逛街什么的不是超级方便吗？而且再也不用听你妈的叨叨了，多自由啊。后来我还是不放心，白思敏还主动去买了甲醛测试一回来，当着我的面测试，最后结果当然是没问题。中途也想过换房子，自己上班没时间去找，拜托白思敏帮我去找。这一回他却不是搪塞没时间，就是说没有合适的，最后不了了之。直到半年后，我觉得浑身都不舒服，去医院做检查，白血病，同时伴随着肝肾多样器官病变衰竭。那一刻，我的天都塌了，我没明白，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突然就患着这样重的病？见我没吭声也没动，甚至不动声色的走到门口，白思敏急了，她上前几步，推了推我，小迪，你说话呀，是不是欢喜傻了？我蹙眉，避开她转身要走，我不租了。白思敏一把拽住我，不让我走，庄小蝶，你干嘛呢？我好容易才找到这么好的房子，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要走？耍小姐脾气也要分的场合吧，大家太急，嗓音都有些尖利。我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她，我倒想看看她能自导自演到什么程度。首先有些痒，想收拾贱人，但是得找个合适的借口。白思敏想我不走了，脸上又扬起笑，她也不再管我，回头就从屋内的中介道，我们就租这套房子了，赶紧把合同签了吧。那中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最后点了头，两人开始商量房租的交付日期，还有合同的期限等等问题，我就抱胸看着。商量好之后，白思敏朝我一指，他叫钱，中介走向我，有几分迟疑。我冷笑，我有说过要租吗？明明是他要租的，为什么要我付钱？中介傻眼，又回过头去看白思敏。白思敏怒气冲冲的冲了过来，庄小蝶，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你赶紧把租金和押金都付了，是不是没钱？我借你。我一把推开他，你自己要租的房子，你自己付钱，我没说要租，我也不付钱。中介也生气了，合着你们俩逗我玩呢？白思你脸都青了，庄小蝶，你到底在搞什么？明明是你要我帮你找房子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这么好的房子，你现在又说不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中介也将指责目光投身我笑了，笑眯眯的提议，要我租也可以，你搬过来与我一起住。白思明眼神飘了飘，神色闪躲地道，我自己有住的地方，干嘛要与你一起挤压？我不来，你自己一个人住就好了。我眯了眼，一巴掌就甩在了白思妮脸上，你自己动不住的房子，你要我住，甩完还不过瘾，又是啪啪几巴掌。眼见着他双颊红肿起来，我才满意的停了手。那中介想过来拉扯我，我后退几步，指着那些低廉的装修道，房子装修这么廉价，谁知道用的是什么材料呢？白思敏，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什么叫串房？我看你这是想要害死我，你胡说什么？白思敏与中介的声音同时响起，我冷笑，你们敢不敢让我请专业的人过来检测？白思敏不吭声了，中介陪着笑当，小姑娘可别胡说，行了，你们也别闹了，我看你们俩还没商量好，商量好了再来吧，走，我还赶着去下家，我头也不回的离开，转身回家。前世我生了重病后，本想先瞒着我妈，怕她伤心，没想到准备白思敏就给我妈打电话，还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小蝶，你别闹了，你生这么重的病，哪里瞒得下去的，还不如早点告诉家里，让你爸妈送你去好的医院好好治疗。他打电话时，我妈正在开车，听到这个消息，她慌了神，当场出了车祸，受了极重的伤，瘫昏在床半年去了。直到后来，我和我妈都死后，没过1个月，我爸就带着个女人进了门，继承着我妈所有的财产，过着挥霍无度的日子。而白思敏叫那女人妈，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白思敏是我爸与亲为竹马的私生女。回到家，看到还在因为我要搬出家里而一边发脾气一边红了眼的老妈，我扑进她怀里哭了够，将我妈吓得够呛，还以为我遇上什么事了，连我离家出走的事也过不上了。我正与我妈撒娇的时候，我把黑这一张脸回来了，一见到我便皱了眉头训道，你不是翅膀硬了，要搬出去住吗？还回来做什么？上辈子我爸可不是这个态度，上辈子得知我要搬出去独自居住时，我爸满脸都是笑，还偷偷的给我塞钱，他说出去锻炼一下也好，爸爸支持你，要是缺钱问爸爸说，爸爸给你。又帮我劝我妈，说孩子长大了，总该出去历练一下，不能一直护在手边。我当时对他有多感激，后来死后跟着白思敏，看着他住着我们的房子，对着另一个女人献殷勤，我就有多恶心。我还没说话，我妈立马将我护在身后，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孩子回来的还不好吗？怎么，你还想把我女儿赶出去？我爸对上我妈满脸怒气的脸，神色缓了缓，我这不是瞧他昨晚上还特别理直气壮吧？我妈脸色也缓和下来，行了，别说了，你去做饭吧，我和闺女在说荤话。还没开饭，白思敏就顶了一张重成包子的脸过来了，
我爸开的门，他一看见白思敏的脸就炸了。思敏，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脸成这样了？白思敏就杵在门口，嘤嘤的哭。叔叔，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串串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什么是串串房的。你跟小蝶说一声，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爸脸色黑了下来。思敏，你的意思是这是被小敏打的？白思敏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有邻居听到声音，已经开始探出头来看热闹。我妈冷着脸说了一声，有事进来说。我爸似是这时候才想起来让白思敏进门。白思敏一看见我妈，哭得更厉害了。阿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小蝶，你再打我几巴掌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要是知道那是什么串串房，打死我都不可能带你去看。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妈脸色更沉，你不会说话就闭嘴，说了半天也没见你说出了所以然来。小蝶，你说怎么回事？我妈其实一向都不怎么喜欢白思敏，只不过看在我的面子上，对她有几分客气罢了。我便将先前的事条理清晰的说了一遍。我爸怒道，庄小蝶，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嘛，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先对自己身边的人下手了，你这么骄纵，我今天非打你一顿，让你尝尝教训不可。说着，他抄起角落里的扫把，就真想往我身上砸。我妈上前就拦住他，后面你这是外面威风没耍过回来，在我和闺女面前耍是吧？我心中一暖，爸，我还没说完呢，他处心积虑的非要我租那套房，我不吭声，他自己就去找中介要敲定合同，完了我要他搬过去和我一起住，他也不愿意。怎么，就是看我蠢吗？他都不住的房子，还一个劲我去住，还能没问题？那个小区里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串串房，前段时间我就听人说过了，只是我没想到他白思明这么黑心肠。白思敏一副被吓傻了的模样，叔叔阿姨，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爸放下了扫把，不悦得道，思敏都说他不是故意的了，你一直揪着，这不放是怎么回事？我妈冷着脸，霍明，你什么意思？这还怪上闺女了？我跟着也哭了出来，爸，你怎么尽袒护一个外人啊？到底是她是你的女儿，还是我是你的女儿了？难道你真的想要我住在那样的房子里，然后生了病，最后死了你才开心？我爸脸色一僵，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看觉得你没必要小题大做，毕竟你不是没租那房子吗？再说，思敏肯定不是故意的，你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看见我爸不停的给白思敏使眼色，白思敏脸上轻微又白白的又青，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阿姨，小蝶，我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赔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和小蝶这么多年的感情，怎么可能会害她？他说着，真的做事要磕头。白思敏不是这样放下脸面的人，我瞬间警惕起来，挤不上前，一把将他拉扯起来。白死你，你这是做什么？搞得好像我们逼你似的。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咱们的关系就到这了。今儿这事我也打过你了，就算了，咱们以后不必往来了。你走吧，毕竟人家现在又没犯法，我也没法做其他的，要报仇只能徐徐图之了。白思敏来这一趟，应该是为了让我爸看清他脸上的伤势，以博取我爸的联系，倒也让我有了借口，在我妈面前拱火。晚上我撒娇要跟我妈睡，我妈虽然一脸嫌弃，还是答应了。躺在床上，我扭着她的胳膊，撞死疑惑地道，妈，我爸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一个劲儿的维护白思敏，好像她才是他闺女似的。我妈抛了一下我的头，你今天才知道啊？有往我说了你多少回，你跟听不见似的。我惊悚了，我妈这是早就看到苗头，但却没声响。我闭上眼，看来利用这个引起我妈的警觉是行不通了。若是我贸然与她说，她肯定不相信，只能眼见为实。明天中午又是白思敏的生日，我心里有了主意，转念又想起白思敏下午不对劲的举动，脑中灵光一闪，记得前世我病内会才知道，白思敏已经成了个小网红，当初她在我和网友面前还演了一手好戏，吃了不少我的人血馒头。难道她现在其实已经是小网红了？下午那些做作的画面，她偷偷的拍了下来，想来个断章取义，让我与我妈被人网暴。想起有这个可能，我顿时睡不着了，赶紧起床，给我表哥发了条信息说明情况，让他帮我注意点。在我妈不满的咚当中，我重新上床沉沉睡去。次日早上，我爸果然说他今天可能会很忙，中午不回来迟，我妈倒也不在意。自从外公外婆过世，我爸接手了外公手里的生意后，我妈就不怎么管公司的事。用他的话说，就是那么个小公司，有什么好管的？他爱管就让他管去，男人总该找点事做。我突然心血来潮，要大显身手，做一顿爱心午餐给爸爸送去。我昨天态度也不好，就当是给我爸赔罪了。妈，不过爸送完饭，咱们就去外面吃，再去逛一逛商场。我妈点了点我的鼻子，后面一句才是你的目的吧？我也不争辩，就拉着他撒娇，最后自然是同意了。做饭我做的并不伤心，反正最后都得进垃圾桶，做好做坏没有区别。什么？霍明今天没来公司？我妈蹙眉，我感觉她眼睛都要喷火了，只是面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前台小姑娘不认识我妈，眼皮子都没抬一下。霍总有事没来不正常吗？你们别挡在这了，有事明天再来吧。霍总今天不会来公司了。我妈掏出手机就要给我爸打电话，我一把按下她的动作，将她拉出了公司。妈，爸这情况不对，你问一下他可以，但是不要打草惊蛇。我妈深吸了一口气，冲过点的点头，补通的电话，霍明，你在哪呢？我在公司啊，还能在哪呀？你们吃饭没啊？我妈正要说话，我在一旁笑嘻嘻的插嘴，没吃呢，爸，要不我们过去你公司，咱们一家人在外面吃个饭吧，好久没起外面吃饭了。我爸连忙拒绝，我今天忙着呢，中午就随便吃一口，哪有空陪你们吃饭啊？你和你妈自己去吃啊，吃开心点。说完，似乎想到什么，又问了几句，我们去哪里吃？我随口敷衍，到了得离他现在位置远远的地儿。我妈冷静了下来，又试探了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我爸嘴里一句真话都没有。妈，走，
咱们去吃饭，吃完了去逛街。我拉着我妈就走，我妈用力的在我头上敲了一下，你爸明显有问题，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抱头鼠窜，闹了会儿，我妈的情绪明显松了些。妈，我爸也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方便与你说呢，你悄悄去查一查，有结果了再难过。现在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去逛街，放心，不会管用什么事，女儿都跟你在一起呢，少肉麻，放心吧，你妈我是打不倒的美少女，我要吃私房菜。我妈便带着我开了半个小时的车，去了我们一家经常去的那家。对不起，女士，您说这间包间已在使用。我与我妈听的前台格外有礼的回答，面面相觑。因为我爸极喜欢这家餐厅，所以让经理常年留了一间包厢，但我与我妈不是很喜欢，就很少过来。眼看着我妈黑着脸就要往里冲，我赶紧一把将她拉了出去。妈，冷静冷静，这凡事都得讲究证据，咱们是不是先去看一下监控什么的，再搜集一下证据，万一要离婚啥的，咱也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我妈白我一眼，像你这么畏畏缩缩的，能做什么事？你放心，你妈我心里有数，不是单纯的冲动。说着，我妈把我一拉，又气定神闲的走了进去。还有小包厢吧，我另外要一个。还有，这间包厢是我们家常常预定的，想来应该是我老公带朋友过来吃饭，我一会再过去打招呼。前台的脸色就变得有几分古怪，最后给了我们一间其他的包间。我妈点了菜，又要了瓶酒，这才往我爸所在的包间去。我想了想，根据之前打开了手机的录像功能，门一开，只见一个女人正低头与我爸凄凄私语，两人挨得激近，白思敏正对着我们不停地给两人夹菜。爸爸，多谢你和妈妈给了我生命，还能来陪我过生日，我实在太开心了。我爸抬起头，看见我和我妈，脸上全是慌乱之色，他猛地站了起来，又后退几步，离那女人远了点，这才慌慌张张地往门口走来。老婆，你们怎么来了？我妈面上全是逢笑，不来怎么知道你女儿都这么大了？我今天也挺开心的，原来老公在外面生了这么大的女儿。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爸上前来抓我妈，我妈一把甩开他，自顾自地走到桌旁。这一桌子菜真不少，挺贵的吧？用我家的钱养小三养私生女，挺爽吧？老婆你别闹，思敏女他妈这些年过得不容易，我偶尔帮撑一下，她感激我，所以才叫我爸。最后她自己都变不下去了，挺了下来。我嗤笑，那昨儿当着我和我妈的面，她怎么不叫爸呀？怎么叫你叔叔啊？我爸莫迪回头瞪我，大人之间的事，你一个小孩子吵什么？我妈几巴掌就甩在了我爸脸上。霍明，你真是脸大呀，自己做不要脸的事，你冲女儿吼什么？可怜是吧？不是你亲生的是吧？可以呀，咱们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让科学说话。白田这手才反应过来，一脸警惕的走到我爸身边，姐姐说话就说话，怎么还动起手来了？说着就要去给我爸看伤势，我爸撇过了脸，他的手僵在原地。嘿，谁是你姐姐？收起你那副让人恶心的样子，我妈只生我一个，怎么你是我爸私生女啊？白天黑了脸，白思敏这时候哭了起来，爸，你就坦开和他们说，我就是你的女儿，我妈就是你的心上人，你都为他们庄家做牛做马这么多年了，孩子也不能跟你姓，咱们母女也没办法露面，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从小长大，我都没办法在人前叫你爸爸，你知不知道我多羡慕那些周末能和爸爸一起出门玩的同学，每一回过生日，我都只能偷偷摸摸的与你们一起过，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和别人一样，发个朋友圈，我一点也不想做装小迪的朋友，因为你，我忍着心里的不舒服，讨好他，迎合他，可是爸，我也是你的女儿啊，我爸僵住，一旁的白田呵斥白思宁，你瞎说些什么？说着又低声下气的赔罪，姐姐，孩子是太想念他的爸爸了，我和他爸离婚后，孩子爸爸一直不肯见他，这些年多亏了霍哥对我们一家人百般照顾，我们也是不希望你不开心，所以才瞒着你，真不是有意的，姐姐，你不要误会霍哥，更不要因为我让你们父亲闹得不愉快，我只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更是一个外人，你若是不喜欢，我立马就带着女儿从你面前消失，再也不找霍哥，我只希望你们能开开心心的。说到最后一句，白田哽咽了一下，回首看我爸一眼，我明显看到我爸眼中的动容。没错，我与白田在一起20多年了，她是我的初恋，思敏也是我的女儿。我爸直接道，我妈冷笑，离婚，你净身出户。我爸红了眼，姓庄的，你是没心吗？我为你们庄家做牛做马这么多年，就因为这么点事，你就要与我离婚，还要我净身出户，是科室拖得捂热了吧？你也不要得意，如今公司的事情都是我管，谁净身出户还不一定呢。见我妈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我爸又软了态度，冒泼，其实我只是犯了男人都犯的错误，你原谅我这一回，我给白天一些钱，我再也不见他和思敏了，好不好？公司的是你多多少年没有经过手了，我若是走了，还不得乱成一锅粥。一旁的白田也哭哭啼啼的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姐姐，你要罚就罚我吧，你和霍哥要好好的，我才安心的，我给你下跪，我给你认错，好不好？我被恶心的够呛，上前抓起桌上的菜盘，就倒在了白田身上，你真当自己是盘菜了？白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我跌倒耳刮子，就到了跟前，我头稍稍偏了偏，巴掌落到了我肩上，我妈确实疯了，她准备拿桌上的碗碟就往我爸身上砸，霍明，你欺负我不够，还想欺负我女儿，我跟你拼了！我爸被砸得狼狈一场，却依然还护着白田，白思敏也跑过来护着他妈，被我暗暗的踹了好几脚，又甩了好多个巴掌，屋子里乱成一团，直到有服务员推开门，尖叫出声，一屋子人才算是停下来。我妈拉着我准备就走，饭还是要吃的，何况点了一桌子菜，我一边干饭一边给我妈拼命夹菜。此刻她还是红了眼，我叹了口气，妈，我做了梦。我妈不明所以，我将前世的事一一的说了出来，包括死后之事。最后我哽咽着道，
妈这个梦系四季恐，都是我昨日抹不下面子，或是听了白思敏的话，租了那房子，在那样的房子里住久了，那肯定是会得病的。那接下来的事，合着梦岂不是一一吻合？我也是在梦里晓得，我爸经常带白思敏他们母女过来这里吃饭，今天又是白思敏的生日，才想着过来碰碰运气，没想到。我妈确实一把将我抱进怀里，带着哭腔道：“小蝶，孩子受苦了，妈妈在呢。”就这一句话，让我的泪落了下来，悬浮在半空的心也莫名就踏实下来。我赖在她怀里撒娇：“妈，你糊涂了是不是？那都是一场梦啊，有什么受苦不受苦的？”这一打岔，我妈的情绪倒是好了许多。两个人化悲愤为力量，只称了妈，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妈眯了眼，离婚，公司的股份都在你我名下，你爸只有3%，就算是他联合其他股东也没用，我会立马搜集他出轨的证据，他若是耍什么花招，那就直接起诉离婚，反正我跟你，你不跟我，难道还跟你爸那出生？那之后我妈就开始忙起来，我爸再回来痛哭流涕的求过我妈一回，对我妈打出去后就不再回来，明目张胆的和小杀叔双入对，我妈对此毫无反应。我当天晚上就把那段视频上传了社交平台，不过我那个不过是个信号，也没有粉丝，推荐量少得可怜，我也不在意。同时我还把这段视频发给了白思敏的准男友顾家二公子。白思敏喜欢过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上辈子他经常拉着我，时不时与过二偶遇，我与过二是高中同学认识但不熟，因着他倒也熟了几分。之后白思敏更是直接与我摊牌他喜欢过二，让我帮他出主意追过二。我当年是一根筋的傻丫头，作为好闺蜜，自是使了12分力气。如今这个时间点算来，应该郭二就快要答应与他交往了。他不是一心想要借了我攀入豪门做豪门太太吗？那我就先斩了他这条路。果然，不过一会儿，郭二就回了我信息，一个问号，我没理他，反手一个拉黑。毕竟上辈子郭二最后可是娶了白思敏的，是狄飞勇。第3天，我果然在白思敏的那个网红账号里看到他新发的视频，那天呢是对他剪辑的七七八八，还包括前几天他到我家给我下跪的片段，倒成了我妈不分青红皂白的冲进去就打人，还口出恶言。佩文难道结婚了就不配我朋友吗？我们不过是一起吃顿饭，就要遭受这样的恶意与攻击吗？他的粉丝多，热度一下子就冲了上去，评论底下全是安慰白思敏和咒骂我妈的，只是思想脏的人想什么都是脏的，看我们思思多可怜，还被逼着下跪，这就是有钱人的嘴脸吗？太恶心人了，我扒出来了，这对母女也不算有钱啊，家里有家小公司，也只能算是中等资产，那还扭什么扭？这么对我们思思，我去骂死他。白思敏在评论区还特使挨着我，我没理会，任事情发酵，他想见舆论将我和我妈按死，不巧我也想见，我笑了，等的就是这一刻，我并没有理会白思敏，反而是退出软件，公司那边我已经请了1个月的假，所以现在根本不用上班，而我爸的是由我妈处理，我乐得清闲，换衣服化妆，充能逛街上被子，最后的日子都在医院和病床上，那时候才知道生命的珍贵，才知道自由的空气有多新鲜。等我心满意足的逛完回家，你是晚上白思敏的视频已经冲上热搜，谩骂与指责包括评论区掐架的都闹成了一团，我的账号视频底下也一堆的留言，私信更是99架。我妈疲惫的回到家，显然也是知道了视频的事，你别担心，这件事妈已经去处理了，让人搜集证据，再让人将她的视频限流，妈搜集她造谣的证据可以，但是千万别给她限流啊，我还有用呢，我将那天拍下的视频给我妈看，等她那条彻底火了之后，我再放出来，到时候现在骂咱们的有多凶，知道被运动后就多闹，咱得看着她反噬才成。我妈笑了，摸了摸我的头，机灵鬼，我就丑，抱肩没有摄像头，才会让人去限流降低热度。我赶紧给王助理打电话说一声，这一晚我睡得极安冷。第2天，视频发酵到空间的热度，全网都在疯传。第2天晚上，我回复了白思敏爱我的那条留言，没多说，只挨了我的小号，以及留下真相是什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退出，关机，一条龙，美美睡一觉。到第2天再看手机，空蓝小号迅速涨粉几十万，留言和私信都是99加。我大概扫了一眼，有人说我视频是合成的，一看就是假的，污蔑我们思思的，就是这个博主也太有恶心了，自己欺负人反过来传这种谣言，但是这种人极少，大部分还是维持着理智，一留言的骂白思敏的，我又溜达去了白思敏的账号下，果然全是骂人的话，先前网友多逼我和我妈，此刻就有多愤怒，我笑了，现实报什么的，简直太爽了，但是还不够，白思敏找上我家，在我家门口撒泼，庄小蝶，你也太恶毒了，你造我的谣，说我是私生女，还跑去我男朋友面前说，让我男朋友和我分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恶毒啊？一边哭一边拿着手机，不是在拍摄就是在直播，我特别客气的将人请进屋，眼角余光瞥到他手机屏幕，在直播啊，这是得有多大的勇气呀？还是有什么后招？一进屋，白思敏就各种诉苦各种哭，从我们小学遇见开始，再到后面为了讨好我受的各种苦，我却不把他当朋友，只把他当奴婢，穿不完的衣服扔给他，用不完的护肤品扔给他，不要的包扔给他，还说我最喜欢撒谎，还总要他帮我撒谎，看他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想直接让我没有开口的机会，再一次把我锤死。我淡定的离开到了杯水，然后回房将我爸妈的结婚证拿出来打开，摆在了白思敏面前的茶几上，再将这段时间我妈查到的白田与我爸的这么多年爱的证据摆在了茶几上，白思敏瞟到这些，慌了，手机不敢再对在茶几上，指望我脸上对。
我笑着伸手，一把将他手机夺了过来，他要过来抢，我冷冷的道，你这时候再撒泼的话，你的白天花人设就崩了。白思敏僵住，我和直播间的人打个招呼，我先不多说，给大家看些东西。说完，转换了摄像头，对着结婚证和那些资料。白思敏反应过来，又要来抢。白思敏，现在可是在直播，你确定要抢吗？下一刻，白思敏还是扑了过来，我并没有为难他，有刚才那一瞬间就够了，反正不够的，我晚点再补。白思敏退出了直播，尖叫的就要来打我。很不巧，我力气挺大，小时候还上过景仰武术课，自然再一次挽救白思敏。等他一走，我便也开了直播，不播别的，就对着我爸妈的结婚证和我爸出轨的那些资料，同时我还发了视频，将我妈这些天整理的诽谤助资料以及律师的。这下子，白思敏的种种作忧全部无效，这一回再也没人为他说话了，甚至还有几个激进的粉丝，因为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愚弄，气狠了，有人查出他的住址，直接上门拖油漆，甚至恐吓他。我没想到白思敏会把一切的不顺都归咎在我身上。自从白思敏那一回闹过一回后，我妈不放心，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要求我搬过去和她住。她最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套小公寓，每天忙得厉害，我要帮忙也不让，说我什么也帮不上。我过去了几天，本想照顾一下她的身体，结果她却反过来照顾我，弄得自己更累。没几天我就直接东西一收，回来乡下老家。对此，我妈倒是没有异议，说我去老家待一段时间，散散心也好，等她和我爸掰手完了之后再来找我。村子里人不多，大多老人小孩，偶尔有几个年轻人。见了我立马围过来问我视频的事，我有些无奈，解说了一回，后来就不怎么还出门了。这晚我被热醒了，9月的天，乡下其实一点也不热了。前几日我还将棉被都拿了出来，迷迷糊糊间睁开眼，我吓了一跳，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火，火势已经蔓延开来。还好房间当初重新装修过，有独立的卫生间，我找了条薄毯子出来，打湿了披在身上，又捂了湿毛巾，这才打开门往外冲。可是院门却怎么也打不开，明显是从外面锁死了。我心里一沉，火不仅是院子里有，院外墙根也有，这是诚心想要烧死我。我拔腿就往外跑，我没记错的话，后院墙根有个狗洞，当初翻修房子时，我没让我妈给堵上，看到狗洞还在时，我长出了一口气，从狗洞钻出去。我远远看见一个飞影一闪而过，然后便有邻居发现起火了来帮忙救火，我果断报警。当年外公外婆年纪大了之后要回老家住，还不让我爸妈陪着，我妈不放心，在院子周围都装了监控，那种独立的联网的监控，连接个手机应该在我妈那儿，我立马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下午就风尘突突的赶了过来，配合警察看的监控，是白思敏被我猜中，因为放火和诽谤，白思敏被我妈送了进去，胖15年。白田听到这消息疯了，逼着我爸去白思你。我爸这些年虽然抠了不少钱才出去，可对比我妈手下的并不多，本来按他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稳妥着来，向前是一般稳定的收购我和我妈的生病后，再坐享其成。如今计划被打破，转移的财产又不够多，他心里本就不悦，白田与他闹，两个人自然就吵了起来，我爸直接不理会他了。白田崩溃过后，动了我爸车里的刹车，他本是想让我爸一个人死，然后拿着我爸现在的财产，再利用白思敏私生女的身份来分一份遗产。没想到我爸那天突然就非要拉他一起出去，说是散散心。白田自然不敢坐那辆动过手脚的，只能说他一会还要去公司，要自己开一辆车。我爸倒也没起疑，两个人一人开一辆开出去。结果中途我爸走错道，盘山路上竟然想直接掉头，刹车坏掉，直直的冲向白田，两人同归于尽。我妈告诉我这些消息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不厚道的笑了，自食恶果倒也不冤。我妈说她本来不想与我爸再纠缠了，打算分一点财产给他，也算是他这些年的辛苦费了，没想到出了这事儿，这下直接丧夫，婚也不用离了，倒便宜他了。他说我爸出事，警察第一时间就找到他，调查了他，怀疑是不是他动的手脚，没想到查了查去，却查到了白田头上，当然人哭笑不得，又不敢叹一句，自作孽不可活。我抱着我妈的胳膊，看着窗外的阳光，眯了眼，过了那个坎，接下来都将是坦途，真好，全都晚景。